师叔若不成全我和韩老，瑶儿今日就死在这里。宗主，要不还是……以死相逼，不知所谓。你为了一己私欲，弃宗门荣誉于不顾，此为不忠。你枉据本座10余年养育之恩，断发割袍，只为从贼，此为不孝。你想进宗门底蕴，耗费天才地宝为你洗精伐魔，却转头要将一身修为他人，此为不仁。你勾结外敌，将宗门秘法泄露给这个所谓的天命之子，置同门生死于险境，此为不义。你这不忠不孝、不仁不义之徒，有何面目在我面前谈成全？你想走可以，那就把你从青云宗拿走的所有都拿回来。是瑶儿对不住宗门，愿意孑然一身的离去。孑然一身？还有一件宗门至宝，你忘了吗？宗门至宝天脉骨，九窍琉璃心，那是宗主当年独闯禁地陨仙渊，被3头妖王围攻，九死一生才求来的绝世至宝，更是耗费心血植入他体内的。有了此心，悟道1日千里，否则以他的资质，连灵泉都凝不出来。当初宗主为了稳固这块灵骨，生生算好了50年寿元。林师姐，你怎能带着宗主的命根子去倒贴外人？苏叶，你太狠毒了！这天脉骨早已与瑶儿血脉相连，活人剥离，他会变成废人的。你这是要他的命！师叔，我是您最疼爱的弟子，您怎么能……最爱的弟子，这至尊之资你接不住，自然有大把优秀的弟子能接。江若雪，弟子在。打坐调息，准备吸纳9窍琉璃心。为什么给他？师叔，你不能这样！我是您最疼爱的弟子，从小到大您都最疼我了，您怎么能？我不服！住手！苏颜，你疯了不成？活人抽骨，你这是要杀人！苍兰宗宗主，他怎么来了？陆宗主擅闯我青云宗大殿，是觉得我青云宗的门槛太低了。苏宗主，老夫此来只是不忍见一条人命断送在此。林姑娘年幼无知，犯了错，你可以罚她、关她，但活人抽骨，这未免太过残忍。陆前辈，救我！师叔他要杀我！陆宗主，你来得正好。本座正有一事想问你。苍兰宗与我青云宗向来井水不犯河水，今日陆宗主突然驾临，又恰好在我清理门户之时，本座倒想问问，是谁给你通的风？苏颜，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只是好奇，陆宗主对我青云宗的家务事，倒是关心得很。不言，老夫与你相识40年，今日亲眼所见，你变了。当年的你，绝不会对一个汉下如此狠手。你说的当年是哪个当年？是我为他九死一生求9窍琉璃心的当年，还是他拿着我给的琉璃心要跟人私奔的当年？苏颜，陆宗主亲自开口，你还敢不依不饶？我告诉你，今日有陆宗主在，你动不了瑶儿一根汗毛。陆宗主，你们苍兰宗的弟子都是这副德行。住口！这里轮不到你说话。陆宗主既然来了，不如坐下喝杯茶，看看好戏。江若雪，继续。宗主，9窍琉璃心已剥离，炼化它。两个蠢货，偷偷摸摸把事情办了也就罢了，偏要闹得天下皆知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跟老夫走！传令颍堂，目标幽瘴山脉。宗主，阵法已布置完毕。韩子航还有多久到？颍堂来报，他已进入山脉外围，身边还跟着林清游。果然，没了9窍琉璃心，还想靠金银雕翻身。传令下去，
放他进列府，我亲自招待。韩郎，等等我，你快点！琉璃心没了，你连赶路都废了。我是为了你才……瑶儿，我刚才是急了。这金灵雕幼崽是方圆800里唯一能让我翻身的机缘，只要我们抢到手，一切都还有机会。韩郎放心，瑶儿就算拼了命，也一定帮你。素颜，你等着。宗主，他来了。不急。宗主，为何还给金灵雕喂灵露？金灵雕认主，重恩不重利，强行逼迫只会让他玉石一分。素颜，你我什么？我已经把金灵雕喂饱了，你还有什么招？你来这里，有人告诉你吗？什么？金灵雕的位置，你连山里哪条路能走都不知道，却能直奔烈系。有人在背后给你指路。你胡说！是陆元修？不对，你在他面前已经失宠了，那就是林清瑶。我只是听韩郎说起过这片山脉。说起过。金灵雕藏刃处连青云宗的探子都花了4天才锁定，你一个被废了琉璃心的人，单听几句闲话就能摸到这裂隙深处。瑶儿，你给我指的路到底是谁告诉你的？是一个老毕在路旁说的，他说这里有金灵雕。老毕，你连对方身份都不问，就敢把情报塞给韩子昂来送死？既然来都来了，那就留下吧。还要攻击你？看来玉露琼浆很合你的口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他是神鸟后裔，怎么会这么轻易认主？怎么？你以为他会认你为主？凭什么？凭你区区灵玄期的修为，还是凭你这张连自己女人都护不住的嘴？嫌太深，素颜，找死！你一个外门弟子，怎么可能？他现在是我青云宗首席，这都要多亏了你。若不是你带走了一个废物，我怎么会发现一块璞玉？师叔，瑶儿知道错了，瑶儿真的知道错了，求您把琉璃心还给我吧。再往前一步，死！韩郎，你帮帮我！你不是说只要我们抢到金灵雕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吗？素颜，你别得意太早。苍兰宗的求救符，看来陆元修不仅给了你令牌，还给了你保命的底牌。知道就好，陆宗主就在附近。他若是知道你在这里强行夺取天地灵物，定不会放过你。你笑什么？我笑你蠢。你以为陆元修为什么会把你扔在山脉外围，自己一个人离开？因为他早就看穿了你的把戏，他救你只是不想让青云宗和苍兰宗彻底撕破脸。但你真的以为一个化神期的宗主会为了你这个废物再次跟我动手？素颜，休得猖狂！陆宗主去而复返，是对我这幽瘴山谷的风景念念不忘。素颜，天地灵物，有德者居之。你这般强行困锁，以卑劣手段诱骗幼崽认主，未免有失一宗之主的风范。陆宗主，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，怎么这么好笑？我青云宗的探子花了4天锁定金灵雕的位置，我亲自布下困灵阵，拿玉露琼刚喂养，他认我为主，天经地义。怎么到了你嘴里就成了卑鄙手段？你若不是仗着修为高深，仗着修为高深又如何？难不成这金灵雕放着我这个化神期的宗主不认，去认一个连刀都握不稳的灵玄期废物？陆宗主，你今天若是来喝茶的，我欢迎；若是想替这个废物出头，从我手里抢东西，那就拔剑。陆宗主，你不能不管我呀！闭嘴！你这没用的废物，连个灵物都抢不到，还有脸求救？韩子航，你现在看明白了吗？在陆宗主眼里，你连这只金灵雕的一根羽毛都不如。你闭嘴！陆宗主，人你可以带走，但若是再有下次，我保证苍兰宗的护山大阵挡不住我的剑。瑶儿错了，瑶儿真的知道错了，韩藏他不是人，他骗了我。师叔，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让我留在您身边，做牛做马我都愿意。若雪，弟子在。把这垃圾扔出幽瘴山脉，以后别让他弄脏了青云宗的地界。师叔，你不能这么绝情啊，师叔。
蓝宗的人也到了。命真硬，连遭2次大错，还没被陆元修扫地出门，不愧是天命之子。要不要弟子去？不必。北冥秘境有禁制，化神期之上不可入内。你此次进入，首要任务是寻找金灵圣言。至于他，我会亲自教他什么叫绝望。已经开启了！这一次一定要在秘境中夺得大机缘，把苏颜踩在脚下。这登天梯上的威压会随着层数倍增，心地不坚者，轻则重伤，重则道心崩溃。该死，这威压怎么这么强？凭什么？他凭什么？这不是苍兰宗那个跟班吗？怎么连60阶都过不去？就这点道心也敢来北冥秘境，丢人现眼！宗主，这里火毒极重。金灵盛宴就在废墟中心的炼天塔。韩子昂呢？隐堂弟子回报，他靠着苍兰宗给的辟火丹，正往这边赶来。只是林清瑶也混进来了。哦，他不知用了什么法子，竟然攀附上了碧霄宗的一内门弟子，此刻正跟在那名弟子身边，也朝着炼天塔的方向来了。这个白眼狼没了琉璃心攀附强者的本能倒是没丢，随他去，先取圣液。宗主，我去取。退下，这圣火有灵，强取会被反噬。你用琉璃心护法，我亲自来。收。苏颜，你又抢我的东西！你的东西，这上面刻了你的名字。Hello， 这位朋友，吃独食可不是好习惯。见者有份，把盛宴交出来，我碧霄宗可以放你一条生路。碧霄宗现在收学子的门槛这么低了吗？找死！你是不是觉得，只要你拼命努力，总有一天能踩在我头上？很遗憾，你这辈子连我的衣角都摸不到。现在，滚！你倒是会找靠山。师叔饶命！瑶儿只是想活下去，求师叔不要杀我。若雪，我们走。苏颜，江若雪，我韩子航发誓，定要将你们碎尸万段！武神传承，天不亡我，这才是北冥秘境最大的机缘。只要炼化这枚晶石，别说是江若雪，就算是苏一那个化神期，我也能一战。韩子昂，你的运气到此为止了。你怎么会找到这里？这北冥秘境里的东西，哪一样不是我青云宗探子摸透的？这块玄冥魂晶，我原本是打算留给若雪突破元婴期用，没想到你跑的倒是挺快。这是我的！你的琉璃心你带不走，金灵盛宴你抢不到，如今这最后的底牌你也守不住。苏颜，你到底是谁？你为什么处处针对我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该上路了。不要！
宗主，秘境的禁制要崩塌了，用超越化神期的力量在强行破戒。谁敢动吾的传承之人？终于来了。宗主，退后，守住地宫入口，别让任何人进来。可是，这是命令。区区化神也敢阻吾？区区残魂也敢放肆？有意思，很久没有人敢这么跟吾说话了。那是因为你太久没醒。金鳞圣火，你怎么会有这东西？不只有，还有这个九窍琉璃心，你到底是谁？你猜？你大可以试试，以你这道残魂的力量，能不能在我面前把人带走？你想要什么？不多，我要他的天命。你把天命从他身上剥离，我可以放你这道残魂离开。不可能！不可能！苦神大人，您别听他胡说，他是在……住口！你知道天命剥离意味着什么？知道，天命护体一碎，他就彻底废了。那你为何不直接杀他？你是他的护道者，你会不知道天命不可直杀。我若强行杀他，必遭天道反噬。但你不懂，你是天命体系的一部分，由你来断他的天命，天道不会反噬任何人。你对天命体系的了解，比我想象的深得多。所以，你的选择是？好，明智的选择。交易完成，你可以杀他了。等等，你当初为什么会选择他？他在天命轮盘上显示的气运值是满的。天命轮盘，天道运转的核心法器，负责分配世间所有生灵的气运。他在谁身上，谁就是天命之子。不过，轮盘的主人不一定是天道。天命轮盘，主人不一定是天道。苏颜，还恨？你恨我什么？恨我抢了你的机缘，恨我夺了你的女人，还是恨我不该反抗你这位天命之子？韩子昂，你从头到尾都搞错了一件事。你以为你是天命之子，全世界都该围着你转，可你有没有想过，那些被你抢走机缘的人，那些被你踩在脚下的对手，那些被你利用抛弃的女人，他们也觉得命运不公。我只是想变强。变强？不，你只是习惯了一切都被送到你面前，你没经历过真正的绝境，没体会过拼命修炼却寸步难行的滋味。你的强是靠天道喂了出来的，而现在天道不喂了，你就什么都不是。若雪，弟子在。把他带回苍兰宗，交给陆元修，就说青云宗已为他们清理门户。
父亲未解我，乱世浮萍人看烽火燃山河，巍巍巍然望有。果然，三股力量同时炼化，远超化神期的承受极限。给我融！还差一点，不过够了。恭喜宗主出关。出什么事了？宗主，3天前林清瑶死了。怎么死的？他离开碧霄宗后，流落到苍冥城外围，试图加入一个散修小队。那个小队的队长见色起意，他不从，被活活打死。等我们收到消息时，尸体都凉透了。传令下去，以青云宗的名义，将那伙散修全数铲灭，一个不留。苏宗主，孟长老有何指教？老朽听说苏宗主在北冥秘境中得了不少好东西，盛宴、魂晶，还有那颗9窍琉璃心。苏宗主一个人吞下这么多，不嫌撑得慌？孟长老的意思是让我分一点出来。天地灵物，有德者居之。苏宗主独占3件，未免太过贪心。老朽提议，苏宗主将金陵盛宴交给碧霄宗代为保管，玄冥魂晶则交由苍兰宗守护。至于9窍琉璃心，一个外门弟子有什么资格占据琉璃心？不如摘下来留给更合适的人。还有谁跟孟长老想法一样的？没人说话，那我就当你们都是这个意思了。孟长老，你想分我的东西可以，按修真界的规矩来。想拿我苏某人的东西，打赢我再说。苏盟主这是要跟老夫动手？不动手，你敢吗？无知小辈，本座与你切磋，算是以大欺小了，莫要不识好歹。孟千秋，你想要我的盛宴？好，打赢我，盛宴就是你的。但若你输了，我要你碧霄宗退出玄天大会，100年之内不得踏入苍冥城半步。狂妄！敢还是不敢？好，老朽应了。城外300里，老朽在碎星台上等你。在这等着。宗主，放心，练虚气而已，又不是没杀过。苏颜，老朽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交出盛宴，此事作罢。来吧，必小直。什么？炼虚初期的全力意志，就这点力道？
孟千秋，你这800年修到狗身上去了。我眼睛花了吗？硬扛必烧纸？这不可能！他一个化神期，怎么可能挡得住炼虚期的攻击？他身上那道暗金色的光，那是什么力量？必消震天印。你的力量不是化神期，你到底……你输了。幻想喜怒哀乐都藏入粉末。苍兰宗的护山大阵挡不住我的剑，还不宣布结果？你赢。还有谁想分苏某人的东西？那就好。既然没人想分了，那接下来该谈谈正事。诸位请看，这是我在北冥秘境中记录下的影像。古神残魂亲口承认，天命轮盘才是决定世间气运归属的核心法器，而轮盘的主人不一定是天道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所有人的命运可能被某个躲在轮盘背后的人操控了几千年。你是说，有人控制了天命轮盘？这不可能！天命轮盘是天道的法器，谁能操控天道？可这是古神残魂亲口说的，他能骗人吗？古神残魂的话是真是假还有待验证，但他至少告诉了我们一件事：天命之子不过是轮盘的傀儡。韩子敖的运气、机缘、逢凶化吉的能力，全部来自轮盘的分配。一旦被剥离，他就什么都不是。诸位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有些天才横空出世，气运通天，什么机缘都往他身上撞，而有些天赋卓绝之人，明明比谁都用功，却总是差那么一点运气？苏宗主，你说这些到底想表达什么？我想说的是，如果有人真的在操控天命轮盘，把本该属于所有人的气运全部堆在少数几个人身上，让绝大多数修士永无出头之日，那么此人就是修真界所有修士的公敌。我苏衍要找到这个人，砸碎他的轮盘。就是这里，宫殿被一层很古怪的禁制笼罩，我的神识完全探不进去。管他什么禁制，砸开就是了。不可莽撞，这座宫殿能在荒古废墟中存留万年，禁制绝对不简单。贸然攻击可能会引来反噬。这是黄道12宫的排布，这个世界根本没有黄道星座的概念，那就只有一种可能。开了！这就是天命轮盘，它一直在运转，那是谁在操控它？你是谁？名字？很久没人问过我的名字了，叫我1号吧，我是1号穿越者。穿越者？我知道你很惊讶，你应该也是穿越者吧？你的行事风格和这个世界的人完全不同，提前截胡，精准打击，步步为营。这个世界的人不会这么干。天命轮盘是你造的？不全是，轮盘是这个世界本来就存在的东西，是天道用来分配气运的机制，但它太机械了，只会按照既定的规则运行，所以我改造了它。简单来说，我可以手动调整任何一个人身上的气运值。你说什么？你把天下苍生的命运当什么了？你的玩具吗？玩具？不是实验。实验什么？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？修真界为什么会衰落？万年前，修真界有真仙飞升，有大帝执掌乾坤，可现在呢？炼虚期都算是顶尖战力了，灵气浓度并没有下降，功法典籍也没有失传，资源灵脉也还在。那为什么再也没有人能达到真仙之境了？我的答案是，气运被稀释了。万年前，修真界有几千个修士，气运集中在少数天才身上，所以他们能冲击真仙。而现在，修士数量翻了100倍，气运却还是那么多，每个人分到的气运微乎其微。
自然没有人能突破天花板。所以我在轮盘上加了控制系统。我的方法很简单，把所有人的气运集中到少数几个人身上，人为制造几个天命之子，让他们集中整个修真界的气运，去冲击真仙之位。韩子昂就是之一。你操控了几千年的气运分配？不对，这不是实验。如果是实验，你不需要藏在这里几千年。你是在躲什么？或者说你困在这里出不去了？你很敏锐，我确实出不去。那就摊开来说吧。天道不允许任何人篡改轮盘规则，我强行改造轮盘，天道直接把我锁死在这座宫殿里，永远不得踏出一步。所以我们就这样僵持着。所以你不断的制造只有天命之子，就是为了让他们替你冲击真仙之位，将来有一天能够打破天道的封锁，把你放出去。孺子可教，你比之前那些来找我的蠢货强太多了。怎样，要不要跟我合作？我可以把轮盘的最高权限分享给你，我们一起合作。你为了制造几个天命呆子，把整个修真界的气运吸干殆尽，多少天赋卓绝的修士因为你的一己之私困塞在瓶颈上，多少本该飞升的天才因为气运不够而含恨陨落。你倒是有理有据的跟我谈合作。你想干什么？砸碎它！住手！毁了轮盘，整个修真界的气运分配机制都会崩溃。天道之眼！原来如此，你根本不是穿越者，你是轮盘本身产生的气力。你说的对，我是轮盘之灵，所以天命之子的存在，就是为了替你培养能够打破封印的工具。是的，韩子昂只是其中之一，在他之前还有几百个天命之子，他们享受着被分配的气运，一路高歌猛进，然后在关键时刻发现自己的气运是被人操控的，这种感觉比死还难受。你这个疯子！疯子？不，我只是想活着。你是第一个带着天道之眼来找我的人，这说明天道认可你了。既然这样，他在吸收所有修士的气运，阻止他！没用的，我现在汇聚了整个修真界30%的气运，你……天，等等，我可以给你更高的权限，我们可以一起。以为这样就完了吗？轮盘上的控制系统已经与整个修真界的气运为一体，你们毁了我。轮盘失控，气运是平衡，到时候整个修真界都会……糟了！快走！等等，走不了。轮盘上的气运网络连接着修真界每一个修士，如果它失控，所有修士都会受到反噬。正则走火入魔，重则气运逆流而死。那怎么办？气领深思，但遗留的控制系统仍自主运转，无主程序疯狂调度气运，再不干预，全修真界气运尽数崩盘。谁来接？我们连轮盘怎么运转都不懂。我来。宗主，这太危险了，您根本不知道接管轮盘会发生什么。我知道，气灵说天道认可我，那么轮盘应该也会认可我。你不能上去！轮盘与他的神识相连，任何外力介入都会让他遭受更大的冲击。坚持住，宗主！婴儿无端气运清零，苦修修士困瓶颈，难得机缘，天才被强行篡改天命，世间所有人的命运全都被轮盘随意摆弄。既然没有人能分配气运，那就让气运回到它本该去的地方。我要让以后气运再无人为篡改，只由自身因果言行抉择而定，因生果落，方是天道本源。成了。快撤！苏盟主，今日之事，萧某永生不忘。我雷某这一辈子没服过几个人，但苏盟主，你是第一个。回城吧，该做的事
都做完了。宗主，您怎么样？没事，这几天你一直守在外面。傻徒弟。天命非天定，乃人自责。因果不虚，唯道是错。该走了。宗主，您真的决定了？天命轮盘已经回归天道，修真界的气运不再被任何人操控。从今往后，每一个修士的成就都将取决于他自己的选择和努力。可是，天道之眼认您为主，您本可以成为修真界第一位执掌天命的修士，整个噬天盟都愿意追随您，7大宗门都愿意奉您为尊。您要什么有什么，为什么非要走？那又如何？我苏燕一路走来，靠的不是天命，而是自己。以前不需要，以后也不需要。若雪，你还记得3年前我把琉璃心植入你体内的时候，对你说了什么吗？您说，炼化它。对，就2个字。我没有跟你解释为什么要选你，也没有给你任何承诺，我只说了2个字，因为我相信你能做到。这3年来你做到了吗？弟子做到了。那你现在还怕什么？从今天起，你就是青云宗第23代宗主。宗主，弟子定不辜负宗主所托。你已经很强了。今日起，江若雪继任宗主。恭送宗主。刘。我是仙人救命啊！又来了一个送死的。宗主。这些符号不属于这个世界。这柄剑应该留在这儿，让人知道曾有一人砸碎了这5000年的牢笼。江若雪，宗主，外面有人求见，说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。
那里有一面看不见的轮盘正在缓缓旋转，它不再受任何人操控。每一个人的命运都由自己的选择书写，没有天命之子，这个时代叫弑天纪元。